个川普现在是不是表演越来越顺手了？大家知道他曾经在电视节目上面做过主持人哦，所以他对于如何魅惑人心，如何在电视上面表演，他非常的厉害。我们看到暗杀事件发生之后，在这个共和党的全代会上，他不知道去哪里拿来这个，因为现场有一位先生很不幸的，他是一个消防队员，他很不幸的被流弹波及丧命了。他把这一位消防队员的这个衣服啊、头盔啊都弄来这个全代会上头，而且亲吻这个头盔。那你看到，当然啦，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那这样很温暖呐，替家人挡子弹呐，是英雄啊，这个英雄等于他自己也是英雄。所以你看到这个大会的现场啊，好多人呐，把自己的右耳给包起来，什么意思啊？就是川普他的右耳不是中弹吗？川普长这样，那我要跟川普一样，我们都是美国英雄。这变成团结一致的标志了，真的很会选举呀。而他的全家人长得又漂亮的全家人，全部都来帮他助选了。你看到包括川普17岁的孙女外界以正妹来形容她，因为长得很漂亮嘛也上台拉票啦说我的这个爷爷我的阿公真正的为国家做到最好那每天都在奋战。我们来看看正妹在台上的说法。To me, he's just a normal grandpa. He gives us candy and soda when our parents aren't looking. He always wants to know how we're doing in school. When I made the high honor roll, he printed it out to show his friends how proud he was of me. I know. Grandpa, you are such an inspiration. He truly wants the best for this country, and he will fight every single day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好，你看到这个17岁的少女在台上为自己的爷爷、为自己的阿公讲了这一番话，川普满脸都是笑意这个充满慈爱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孙女。那另外登场的是川普的儿媳妇他的儿媳妇也是能言善道长得也是蛮漂亮的所以在台上呢也帮自己的公公来拉票。所以有一些观察家就说，这个像是这个儿媳妇叫赖拉嘛，她在川普家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那是不是背后这些家人啦、俊男美女啊，也在争排名也在看说这个继承者到底是谁，大家都在争夺。可是川普这个人有时候就会得意忘形。在这个枪击案过后，他展现了这个高度的团结也不骂任何人。大概只有过一天而已，一天24小时过去之后，他又开始了，像是他这一次的演说批评他的对手拜登说他很糟10个总统加起来都没有他烂。我们来听听看。10 worst, added them up, they will not have done the damage that Biden has done. Only going to use the term once.好，你听到了，川普又在批评对手了。他说：“你看，美国史上最糟糕的10位总统做的事情加起来多烂的事情加起来都不及于拜登一个人造成的伤害。那像是这个族群里头的一个仇视过去川普也是高手那他再度激起了仇视亚裔吗？因为他讲了他说这个。”中国病毒，大家还记得吗 ？COVID 那时候横行的时候，讲到好多人在美国的亚裔都被歧视，就是中国病毒。那时候川普带头讲的。而另外，我们看到拜登这一头，他的麻烦真的不少他麻烦大了，因为他接受专访的时候又讲到他自己的国防部部长，可是他连名字都忘了，而且还发出一些歧视的字眼。我们来听听看。It's all about treating people with dignity. And it's about making sure that, look, for example, look at the heat I'm getting because I named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 black man. 他连 Austin 的名字忘记了，还说这个黑人这个真的是犯了一些大忌包括有些歧视的一个意味。那另外我们看到拜登不断的被外界点名，可能会在近日之内退选。我们看到这个奥巴马本来过去当过他的这个副总统的拜登，他都一直很支持的。可是现在呢，据说他已经开始认真考虑继续这个挺他的理由了可能也会劝他
下台一鞠躬，或者是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来选。那还有这个裴洛西哦，过去也是非常支持川普的哦，现在他据说也说哦，赢不了了，会拖垮整个民主党。那到底谁来代替拜登选举呢？现在外界都指向他，贺锦丽，也就是现任的美国副总统，他真的可以扛起大任吗？未来会怎么走呢？先请教育方委员。这样子其实我看了民调。其实更高的就是说跟川普对决更有赢面的是奥巴马的太太，好，因为贺锦丽这个也有人批评他，譬如说他在副总统任内好像表现也不怎么样这样子，可是毕竟他现在是副总统，副总就是等于一个备位的元首一样嘛。那你像如果你这个总统不选了，那当然你当时要他，所以比较不容易冲突，而且不要忘了贺锦丽的老公是犹太人。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对犹太人来讲，当然贺锦丽当总统，对以色列、对犹太人是最好的嘛。这股力量，我们早就在这次加沙走廊战争里面已经领教无遗了嘛。是美国如何被以色列在外交上影响的如此之严重嘛？这样，那这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说，拜登是真的是对黑人是比较好，所以黑人对他的支持度是非常高的。上次选举他之所以可以选赢，就是黑人帮他最大的忙。那而且你看他现在不仅是国防部长是黑人，参谋首长联席会的主席也是黑人，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来不曾过是这个样子的。可见他是真的是对黑人是不错，民主党也一向是对黑人是比较好了。可是你叫不出人家的名字，这就是很糟糕了。他可能我一直到了昨天晚上，我都还以为说不会换拜登。因为你换他，这个毕竟代价很大，而且美国历史上没有这样挣钱换将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何况挣钱换帅不是将而已。对。可是我看了他生了病以后，这个而且接受这一访问就看起来就更糟，所以真的可能要被换掉。有一个指标就是这个前任的这个美国的国会议长嘛，他一向是最支持川普的。前一次当很多人在反对他的时候呢，这位女议长还出来说这个就由他自己决定，我们不能讲太多。你看，连他都出来说话，说这个要考虑要换人，所以我认为拜登是真的有一点大势已去了，因为美国的民主党现在的危机意识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川普中了枪以后呢。川普的民调的确是有跃升，虽然后来又有回去，可是接着又有爬起来。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拜登下去，而不是川普起来的多少。川普其实没有起来多少，是拜登整个下去，所以看起来是真的会换。这一换的话，你说还有到今天为止3个月又16天。你说是不是川普一定会赢？不晓得。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不喜欢川普赢的。因为我觉得你去批评别人就算，你批评台湾帮你这么乖，这么听你的话，买你的武器，你要我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这样配合你然后你对台湾讲话讲到这样子的不公平，好像我们是小偷，我们是强盗把你的半导体业全部都抢过来了那这样子那张忠谋就是贼头贼王了，对不对？这样没有这个道理嘛，是不是？所以我认为川普这种以自私自利。就是要美国要 great again， 好，那你美国再一次伟大，那是不是其他国家都要趴下去才能造就你美国的伟大呢？每个国家都要听你的，好，国防预算增加3%、4%、5%，全世界进行军备大竞赛，这样世界变得更和平，还是变得更容易引发战争呢？这是个普通常识嘛。军备竞赛就是引发战争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所以你川普做法就为了造就你美国，每一个人都要趴下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我认为在这个多元的社会，你就是强国，你对比较弱小的国家，对你依赖的国家，你也有应有的尊重应有的礼貌。我认为川普是个很粗鲁的，所以他这姐姐80几岁姐姐 Marian 这个 Trump 就讲过嘛，他不读书，我引用他讲话，就说他，我直接从他网上拿下来，他说川普是一个不读书又没有原则，而且谎话连篇。不是我骂你川普，这你姐姐骂你的。他姐姐一定了解他很多，当然，所以讲的一定都是大实话。拜登从上一次的辩论表现得很差之后他民主党内的这个换掉拜登的声音越来越多嘛。
拜登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而且很绝对的，就是他绝对不会退选嘛。只要上帝降临，告诉他叫他退选，他才会退。但是上帝不会降临，所以他不会退。要不就是被火车撞到，但他绝对不会通过平交道，所以绝对不会被火车撞到，所以他绝对不会退选。可是他的这个态度，强烈的态度，其实引起这个民主党内的愤怒，这就不利于团结了。而这一次的这个对于川普的这个枪击事件啊，使拜登处于更加的劣势地位。川普的声望一直在往上走，当然您讲的没有错，川普本身的声望是在那里，而是拜登往下走，但是只差2个百分点。那政务复差是3个百分点，所以我们有时候只是觉得说这个民调就变成参考用而已。可是问题是摇摆州也都几乎是川普领先的嘛，所以等于是选举的整个态势对于民主党是很不利。可是民主党的选举又不只有总统选举，它还有州议员、众议员，还有参议员，所以还有国会的选举。可是对于一个民主党一个政党来说，他真的是不愿意国会也输。总统输了，国会也都输，两院都输了，他们就沦为彻底的在野党。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这样做就必须要改变，要自救。所以声音就越来越大了。现在看起来，拜登松动了，因为已经开始传出，可能就在于明天后天，就是21号做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那也就是说，那会传出这个松动，已经更具体的说了啊，就是说。拜登会去咨询他的医生的意见了，那这个已经是往医疗身体的方式推了啊。那这个已经不是个人的意志了，这是科学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美国的总统要承担的工作责任，需要多少的体力，需要多少的这个脑力、智力等等，他能不能承担？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国的领袖他的工作啊是异乎常人的沉重。那能不能撑得住？那如果其实有时候我是觉得说，拜登把这个他要不要选，已经从上帝已经交到医生手中，从信仰神交到科学手中，这个医生真的是有点倒霉。可是他也代表他松动了，他松动了。对，那这个医生真的很倒霉，因为他变成一个，要不就是一个，如果他说你还是可以选，然后如果输了他负担全责；如果他说你不要选了，那这个很多美国的支持拜登人就说你这个医生也没有问题啊，这个对于这个医生来讲，把责任往这边推，这个实在是，而且从来不肯公布这个病理资料嘛，医疗资料，川普也不愿意被公布嘛。这一次被枪击以后，很多人就说，既然被攻击，全身都有检查，为什么不公布？川普不准他的医院医疗团队公布他的所有的资料，这代表什么？一定有问题。对，川普的健康绝对有问题，拜登的健康也绝对有问题，所以不可能让人民知道。好，现在的情况是相当有可能了，拜登不会选了，不然就不会传出说21号做最后的一个决定。可是问题是贺锦丽吗？我不觉得，因为川普已经放出另外一个讯息，这个讯息也已经在很多欧美的媒体出来了。说川普不支持贺锦丽川普不喜欢贺锦丽，不是川普，拜登，拜登不挺贺锦丽，所以拜登，而且贺锦丽能不能撑得起这个场面？贺锦丽还没有被当成对手来攻击，可是如果贺锦丽被当成对手来攻击的时候，他当时在处理移民问题，他的那些丑态会被拿出来的，放大。然后他到这个越南去的时候的讲错话，外交会被拿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些是还没有打他，一旦打他以后，贺锦丽撑得住吗？所以 Michelle Obama 才会被大家一直不断的拿出来讨论，一直不断的拿出来讨论。来请教董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美国民主很大的悲哀就是整个共和党变成川普党了。其实，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很少这样的，没有人敢反对川普。过去共和党还有一个大佬，他已经过世了大概5、6年，他叫马凯马凯参议员是非常铁铮铮的汉子。大家就敬佩这个人，打过越战，被越共把他腿都打瘸了，但是他奋战不懈，那是越共是要挟他爸爸，就是说你们政治世家，这是我的人质，他被俘虏，你知道吗？非常令人钦佩。他一生最瞧不起的就是川普，怎么会有这种人呢？但是整个党就跟着他一起没有平，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很多人说美国怎么变成这样？的确是啊。
我们看到那么多川粉啊，每个人耳朵就这样，你会想起阿扁2颗子弹嘛，对不对？阿扁其实好好的，自己走进奇美医院，然后他在里面装死，然后他的支持者当然也都被蒙蔽，大家跪在外面，手上拿着蜡烛替阿扁祈祷。哎呀，阿扁受重伤，被共产党跟国民党要打死台湾人的总统啊，那时候是这样喊啊，对不对？那时候台湾的电线杆，1号台湾人，2号中国人，大家记得吗？就是那个模样。所以当这种民粹鼓舞到最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在美国的选举变成非常有效啊。美国人在怕什么？他恐惧。美国人在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害怕有个叫中国的，现在要比他更大更强，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怎么样？都是中国害的，都中国在抢我们工作，然后都是别人的不对。我们美国一直是很伟大，我们现在所以大家生活比较差，通膨这么严重，所有社会的不安都是别人造成的，尤其是中国，他现在的就把它简化成这样，那这个是有效的。所以我说，川普是在跟习近平选举嘛，甚至整个欧洲大陆都是。可是选举你有时候要这样看就当你在很顺的时候，有时候未必是这样，你知道吗？到最后的结果有时候都会让人吃惊。但是川普现在最大的赢面，我觉得是6个摇摆州，他都遥遥领先呐。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选举，你多赢一票，整个州的票都是你的。那你看，连宾州那天被开枪地方，这些也都是挺川普的。所以他现在只要掌握摇摆州，因为美国各州大概会属于哪一个党大家都经过这么多年的选举，大家都很清楚了。比如德州一定是共和党不用讲嘛，对不对？所以你把这东西把它一个一个去分析，然后再来锁定州摇摆州的票是谁的川普现在赢就赢在这里，那摇摆州会不会再摇回来？很难讲为什么？因为选举虽然我们讲说民主党可能是贺锦丽出来或怎么样，不一定因为贺锦丽很有钱，你知道吗？他的出身背景以后会成为很多故事的。我看过他所有的那个他怎么出生的怎么样，那这是一个传奇啊，那已经不是麻雀变凤凰的故事了。但是有钱在美国是一个选举里面最大的武器，你知道，美国人选举是没有上限的，金钱是没有上限的。我们台湾是有你只能捐多少，你只能怎么样，在美国是没有的。所以最后金钱的势力它进入了媒体。媒体都在报道你好的，然后金钱的势力再把你捧成一个怎么样的人，那时候很多东西都会改观了。选举常常在最后一刻，这是我们跑选举这么多年来的经验。是没有错。刚刚我们看到3位的来宾都说了，川普极有可能会上台，而川普上台之后的世界可能局势有改变。不过呢，这些股市或者商人其实第一个嗅到味道，所以股市非常敏感。您看到美股道琼大跌了533点这是最新的美国的股市的状况。有一个叫做恐慌指数上涨了大概10%所以呢，是不是有人也担心这一组搭档获胜之后会有一些不可预期的风险，包括美元、美债也是利空乌云罩顶那你看到这2个人，川普跟范斯，他们都主张一件事情主张过说美元应该让它贬值这样子我们出口才会有利你看这个美元这么高是不是不利出口可是这样一来有可能会激起通膨所以很多经济上面的效应是骨牌效应那这一组人现在已经很多人押宝说他们会当选所以国际上的金融的这个连锁反应也来了，包括中国大陆还有日本，就是现今2大美国国债的债主同步抛售这个把一些美债给卖掉了。而另外呢，包括你看到进一步分析，中国投资人狂抛美国的公债、股票。规模又创下新纪录，这个世界现在看起来很不确定而范斯这个从美国低阶层的白人家庭出来的这一个39岁的候选人，他说你拜登让我们这个美国人这个搞成这样，你让中国利用我们美国人致富所以中国
有钱起来，中国富起来，都是你拜登给的机会，而且打造他们是利用美国公民来打造中国自己的中产阶级。我们看到包括这个轰中国已经变成了范斯他在各个演说中的主旋律了。包括你看到他在共和党的大会里头讲了5次中国、中共、中国的这个相关的字词。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他很注意的是，因为他出生的小镇很多人吸毒，他就说这个芬太尼就是从你中国进口到美国来毒害我们美国的所以你看到抗中、反中、打中变成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主旋律，而现在中国大陆的3中全会落幕了。不过昨天、前天其实都有一个在媒体上面流传的说法，就是习近平中风了。我们先来看看习近平刚刚已经出现在3中全会了你看到他主持这个会议坐姿外界形容相对的随意看起来很放松，而且不时用手来比划，看起来是正常的，也没有动作迟缓、行动不便这样的征兆那外界就一直不断的比对他的这个健康状况，包括他的眼神，包括他的手势，包括他的行走的状态。因为坊间有一些媒体就说他中风了，是看起来其实没有中风这样的迹象。而另外外界瞩目的中国大陆的3中全会闭幕了那他这个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结论那我们整理在这里，包括继续改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29年中共建政80周年那个时候要完成这一次的改革任务，所以大家就在看，就在观察，包括推进这个字眼不断的出来，还有15-5是什么意思？就是第15个5年规划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他们的热词，还有新词而另外呢，他们也在这个会议里头做出一些人事上面的一些决定。包括秦刚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常委那委员被免去这个职务，而李尚福前国防部部长被开除党籍。其实不止他，还包括李玉超还包括孙金明据说都有一些人谋不臧的情势、贪腐的情势，所以都被开砸了。来，我们先请教玉芳委员怎么看，包括3中全会，包括美国这个即将来的大选。这个因为美国的经济真的是很不好，它往2个方向，第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过来是通膨很厉害通膨厉害受创最重的就是中下阶层的百姓，低收入了。那你总要找一个替罪的羔羊，对美国政客来讲，那这就看谁赚美国最多的钱，那个就替罪羔羊就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赚钱不是赚美国那么多的钱外汇的顺差不是从拜登开始的，1995年就开始了，他就开始大赚这个外汇的这个钱了。那你想看奥巴马说中国大陆赚美国很多钱也不是拜登开始的这样子。不过这个最重要就是说，你找替罪羔羊容易，但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不容易啦。你像川普的时候开始，一直到拜登又加码对中国大陆货品扣这么重的税，结果你看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有没有改善？没有。很简单你既然不能直接卖到中国大陆去，我就到越南设厂，到墨西哥设厂嘛。你不能追杀越南，也不能追杀墨西哥吧。所以这个国际社会已经全球化到一个，你想把它重新关回那个大门，不容易，那可能性实在不容易的了那现在就是说，这个讲来讲去，就是说这个选举最后会怎么样子的改变？就是说，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还不是中国大陆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经济因素了。就是说，你现在川普这样子一讲话，然后美国的股市动荡的非常厉害。我当然很不喜欢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台积电就大跌嘛，对，很多的科技股跟着大跌嘛，台湾的那个股民就大赔嘛。那我作为台湾人，我当然不希望看到我的同胞大赔尤其这么好的台积电怎么赔成这个样子呢？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子整不是只有整到台湾的半导体业，你美国半导体业被你搞得头昏脑胀他们高科技也搞这个头昏脑胀了。你这样一搞下去的美国经济会动荡得更厉害，会更不安，你的股市会变得更萧条，
那你这样子的结果，你认为钱在美国的这个市场上流动会加速还是会缓和下来？缓和下来当然不利经济嘛。所以我认为到最后决定的因素最重要还在经济。就每一个要去投票前，就雷根讲的嘛，你先摸摸你的口袋了，啊，你的钱是增加还减少了，比起以前，那人家就告诉你，现在你川普这样搞下去了，大概就真的会更惨。所以现在因为川普表现了这样的强硬之后呢，现在任何的物价飞腾这些问题、经济的不利的因素，人家都会跟大嘴巴连上去，就是你川普的大嘴巴。那反而忘记了拜登现在的政策如何。你像这几天美国的股市这样波动，人家把账是算在川普头上，不会算在拜登头上。所以我认为像川普这样的人，包括他的这个 Vance 他的副总统，你让他们畅所欲言，讲的越多越好。猴子爬树爬得越高，屁股被人家看到部位就越多。这个 Vance 讲话也是很狂妄、很猖狂的呢。他讲英国在你工党的领导之下，你马上就会变成第一个拥有核子武器的这样的一个肥教国家。你知道他讲这句话，工党政府快疯了，你知道吧？每一个都非常生气嘛，你怎么会这样子批评我们呢？我们刚上来执政，你就这样子看衰我们，而且这样子污蔑我们。他类似这样的话，其实讲很多。我实在不敢相信他是耶鲁毕业的，怎么讲话是这样讲的呢？所以他完全复制了川普所以拜登不是有批评吗？说这个 Vance 就是川普的复制人。好，我们来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看到美国这几天股市动荡的不得了，这个跟川普到底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当大家会觉得说川普胜率高的时候，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的理念都会影响到股市的波动嘛。川普的经济学基本上是有矛盾的地方。他说他要让美元贬值，美元贬值按照美国现有的机制来讲，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联准会要降息。可是联准会一降息以后，热钱就出来了。因为从银行里面跑出来了，从银行里面跑出来，那你刚刚已经有谈到，通货膨胀就会上来了。通货膨胀上来，那他们现在通膨的怪兽才刚刚好不容易有点压下来了，你是不是要把它拉上来？那拉上来，你底层的人怎么生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你又要调关税，而且呢，你对中国大陆是调60%，可是你对你的盟国都要加10%的关税。当你要调关税的时候，你外国的产品进入美国，那是不是又高了？你又贬值，然后通膨又上来，外国进美国的关税又拉高了，而你认为外国人欧洲人就难道任你宰割？不会嘛？以前美国对欧洲课钢铝税的时候，欧洲也给他课，然后美国对于这个空巴的打压的时候，空巴也去压这个波音嘛，那也就是双方都会玩这个，也就是说欧洲也不是说让你任你宰割到那种你随便玩的一个地步，那是不是又关税战又起来了？那关税战一起来，那你整个世界的经济贸易就更加的萧条，然后物价又上涨。我觉得他的逻辑经济学是有问题的。Vance 他本身虽然是您刚一直在强调说他出生于底层的白人，可是他并不是了解底层白人，尤其是劳工阶级的生活，也对于美国的制造业他不了解。为什么？你想想看。虽然他的环境很恶劣，他的祖母把他好不容易养大，然后可是他高中毕业以后，他就跑去当兵了。他当兵当了4年多以后，他一退伍，拿了国防部给的一些钱，还有一些加分的功能，他就进了州立大学，再进耶鲁，然后一下子因为教育的关系，他变成精英了。对。他变成精英以后，他没有在工厂，没有在制造业，没有在底特律的那一些工厂、汽车工厂真正工作过，他不晓得美国的制造业的衰败跟他们的劳工的品质、跟土地、跟成本，还有跟他们的工作效率、跟政府的施政都有关系，他却一窝蜂的就把它怪到别人身上。你现在怪的中国，那更早以前你要怪的是台湾、韩国，还有就是这个香港。那更早以前你要怪人，那当然就是日本了嘛。那你都全部都怪了，但是就不怪自己，都是别人的错。你最早的时候是日本，他
起来了，你的制造业衰了。后来是我们四小龙起来，制造业衰；后来是大陆起来，你制造业更衰。对，你的制造业从强大的工业制造国变成一个弱的制造国，其实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不能去怪别人嘛。这个 Vance 很明显的又是不及格嘛，才刚刚出来没几天，就充满了无知识性。都怪别人，都不怪自己，自己都不反省。好，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来进一下广告。对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大陆是始终很平稳，不是如我们外界所讲的啊。比如说习近平中风，你记得自由世界很多人很喜欢去讲啊，这些过去的共产国家的人，比如说金正恩啊，那个是假的，根本是替身啊。我们台湾媒体一直做。哦，这金正恩那根本就假的，因为有收视率，有收视率嘛。然后那个金宇镇，你看40天没有看到，已经被他哥哥处决了，记不记得？讲得活灵活现。然后普丁，你看就得癌症，你看那个脚就不自然。哦，每天都在猜测这些前共产国家，现在的共产国家跟过去不一样了。哦，他们其实很在乎的是经济，所以中国大陆的经济，你看最近这2天前的 IMF 大家可以看到。预测它已经由4.6调为5%哦，那这个其实升幅是很大的，是最大的。好，那习近平在这回里面，他其实最主要他的人事因为过去的中共里面有非常贪渎非常严重啊。好，我们过去在中国大陆里面行走也常常有些老百姓都知道，他们会讲。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立委林玉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包括川普极有可能变成未来白宫的主人，他重回这个白宫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对我们台湾。川普只想把我们当作筹码吗？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川普在共和党的全代会上，这是他第一次这个枪击之后第一次的演说，讲了足足55分钟，2度提到台湾正在被中国给包围他讲的这些话，那当然延伸的就是2个礼拜前他接受 Bloomberg 的访问里头提到的保护费。那付了也没用吗？郭正亮亮哥上一个阶段在我们大白话也讲了说，如果你给了钱，可是没有签像是这个共同防御条约的话，那不可能不可能保护台湾，只是把我们当成筹码而已这是可能路人皆知的道理。而另外呢，包括如果川普当选了之后，日经就讲了，台湾不确定性增加，因此呢，日本人说强化国防的压力也会升高。当然，全世界都在做某种程度的准备。而另外，川普钦点的副手，这位年轻只有39岁的副总统候选人范斯，他反中，或者是说跟川普的意见看起来也是大致相同。他讲这个保护费的事情呢，延伸出来的包括范斯讲了不让孩子上战场，对于俄乌战争，他想要快快的让它落幕。那同样的模式有可能比照台湾吗？台海的因素吗？我们来看看，其实共和党里头也有像这样子的人像是前国务卿 Pompeo， 他就讲中国如果入侵台湾，美国一定在。他其实某种程度来台湾访问过，也对台湾提出了一些保证，只是Pompeo 未来在这个川普政府里头的角色是轻还是重大家可以想一想。而另外呢，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日本、韩国不想卷入台海的争端吗？像是最近我们的海巡跟日本的海巡有某种程度的联合训练，可是日本刻意低调新闻各种露出都很淡甚至是 fed out， 所以呢，显示日本某种程度上还是顾虑着中国大陆的因素。而另外，南韩的在野党打算做一个提案，什么提案呢？禁止
自己的国家介入台海冲突。一旦这个台海有什么事，台湾有什么事要避得远远的。而另外，我们看到欧盟的这个执委主席冯德莱恩又连任了那我们看到他第2任的任期的政纲里头，把抗中保台列进去了那你也可以看到呢，冯德莱恩某种程度他也是一个积极的抗中者。那欧洲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我们先从贸易来看。中国大陆其实最近呢，对于欧盟的猪肉抽查方案公布了，有3家公司入选。某种程度，它也是在做一些抵制或是防范或者是一些动作。那像是法国的白兰地酒，它也很想多多的卖去中国大陆嘛所以他就说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亲自辩护，我们愿意到中国大陆去做一个听证会，解释我们没有倾销像是这样子贸易上面，希望能够卖给中国大陆更多的商品。欧洲有很多的公司，或是欧盟有很多的公司是这样子的。中国的解放军发言人就讲了，中国有意继续跟白俄罗斯举行联合演习，因为才刚刚不久前，这2个国家一起联合演习，就在北约的家门口。世界的局势未来会怎么改变呢？先请教这个董哥，董哥怎么看川普只把台湾当作筹码吗？在这场选战里面，川普的对手不是拜登，川普的对手是习近平嘛？那你可以看到整个他们这种白种人的社会里面他现在矛头都这样，就刚刚你提到的欧盟的情况都一样。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情况那川普他现在显然觉得经过这一枪以后，他更有把握了那现在其实全世界在讨论的不是在讨论川普在共和党的前代会里面讲什么，而在讨论说拜登什么时候退选那你就不知倒地，还没有选，你们民主党就这样了，他变成一个这样的氛围。所以川普他现在其实是非常得意啦那他可以看到他那一种所有的粉丝或怎么倾巢而出这一次他显然信心满满。那信心满满的时候，川普最重大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度伟大嘛他也因为这样，他签了非常多的文，所以这次他把所有的目标把它放在中国大陆，就是怎么样？就是延续了这2天讲我们台积电这些人，所有全世界都在占美国的便宜。那要占美国便宜的人，请付钱台湾就是一个例子，保护费嘛。那他过去也跟日本讲，要我们保护你，你要给5倍的经费，不然美金不在这里驻扎韩国他也跟人家提出要求他每个国家，那北约呢？北约你们这32个国家，你们给的钱都不够，尤其德国。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他那时候从德国撤兵撤了以后，德国总理并不知道他可以干这种事情。那如果以这样的就是生意人的这个态度来讲的话，当然无可厚非。可是作为一个全世界领袖，川普讲这个，其实让人家觉得不敢恭维。可是，在美国的支持者里面，觉得说，就是应该这样全世界都在占美国的便宜那他把这个弄出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了在台湾来讲，我们现在大家都听到了他的保护费那保护费其实也不是川普第一次讲他讲这个已经讲，我印象中都3、4次了，只是这一次因为他已经接近当选的边缘，所以我们才觉得很惊悚。那保护费要怎么给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过去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当然是那时候韩战以后所定下来的，那时候对台湾当然有非常多的保障嘛。可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可以看到了，川普把美国人很多人的心理他讲了一个重点，别人占我们便宜是怎么占？你看中南美洲那些非法移民来这边抢我们工作，那台积电台湾人也抢我们的晶圆的工作所以所有都在怪别人。可是，在支持者听了很爽过去美国的日子很好，现在为什么会不好？因为中国因为中南美洲这些人，因为这些难民，他把这东西弄出来，所以现在拜登是被川普认为说他跟习近平是一挂的他用这个来操作。所以我刚刚讲川普他的竞选对手是习近平，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川普挑了对的副手也是这个态度，甚至这个人还比他激进呢那么年纪轻轻的比他激进。所以想起来对台湾来讲，我们真的要思考。你知道2年前加拿大
那时候杜鲁道就已经下令2个部长说，川普可能会再回来，会再当选，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因应的对策。加拿大有2个部，然后下去号召大家，就类似我们的经监会，说如果川普当选，我们哪一些可能会被他背锅，可能哪一些会被他对付，或者被他制裁，所以我们政府要做怎么样因应？那我们中华民国政府还没有啊。那你其实可以看到凶险，他只是透露了一个说，台湾抢了我们所有的晶片的晶片，然后呢，我们要受他保护费。台股你看这2天，一看就知道了，完全受非常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牵动嘛。那川普牵动了，在台湾来讲，台湾就他来讲，就是这个比肩啊，中国就是这么桌子啊，这是他自己的形容啊，对不对？中国大陆离台湾68英里啊。那美国呢？美国在9500英里，怎么救你啊？除非你拿很多钱来，这都川普的讲法啊。所以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因应之道好像还觉得我川威武很得意。我觉得台湾自己要好好思考，川普来了以后，他不会只针对中国大陆来做各种抵制加关税，台湾他一定会的。他每次都要提到台湾，而且恨得牙痒痒那种嘴脸，自己要看清楚。是川普如果真的当选了之后，台湾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国安危机吗？这是我最近看到有人在讲的。来，先请教玉芳委员。你知道美国的朋友，如果川普当选的话，美国朋友搞不好比美国敌人更担心、更害怕，因为他们就是准备要接受川普的勒索嘛，他是公然的勒索你啊。我讲坦白讲，川普是历任美国总统里面最有美国帝国主义色彩的这样一个人。他说那种话，那种狂妄，你看欧洲的那些国家，包括日本、南海，你要做个民调的话，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会喜欢他？对不对？他把人家当作他就是一个殖民地母国的姿态，跟你殖民地的小弟们讲话一样啊，白人至上，对不对？你们国防预算要增加，你们要如何啊？还有人讲说，台湾的国防预算增加到这个5%是多少钱？你知道吗？破兆。你以为台湾有这么有钱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这川普讲很多的话，最主要是没有道理，令人愤怒，你知道吗？他现在好像在卖保险，你卖保险要礼貌一点啊！你说我们没有付保护费，那你要讲客气一点嘛？哪个人卖保险像这样卖可以卖得出去的？所以，譬如他讲说，我们抢了几乎他100%的晶片业，是这样子吗？是你们自己不去生产，或是你们自己的技术不够好，你们管工人的训练也不够好，所以台湾是累积了多少年？从蒋经国的时代，对不对？从孙运璇、李国鼎他们去全力的去推动，请张忠谋回来帮忙，这样子一步一步走出来了。这里面很多的辛酸，也很多在这过程中很多的公司也垮掉，努力的经营，但是垮掉也赔了。我认识一个从美国回来，他就去弄一家公司啊，这个公司垮了，他变成一无所有啊。所以台湾不是去抢你的，是你自己不行嘛。这是个公开的一个 open society， 大家在竞争啊，你输了就是这样子而已嘛，对不对？而且你要我们的晶片说台积电到美国设厂，他们也不敢不去啊。而且去了，你看亚利桑那2个厂，一个厂生产这个4奈米，一个3奈米，甚至未来要生产2奈米，就第2厂。所以你都是哪去了？你们开了口，台湾连拒绝叫救命，特别是民进党政府连叫救命的勇气都没有。你看川普讲的话，他说这个美国在阿富汗留下来武器都被中国大陆拿走了，有这回事吗？你认为他知道好的武器会留下来吗？他留下的武器，你认为中国大陆自己没有能力生产吗？他都乱讲，那就是鬼扯乱讲。那全世界你看了这么多的媒体或这么多的学者，有哪一个人有讲出来说阿富汗把他美军留下的武器都送给了中国大陆，或卖给了中国大陆，说换到了什么？没有这回事嘛，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最生气的一件事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我们就是要付保护费，一说就是要买保险嘛，付保护费。请问一下，我们的武器除了那个早年因为跟你美国买跪着你也不卖，所以不得不跟法国买了幻象战机，买了拉法叶的军舰，其他你举个例子。除了少数像成功级的巡防舰是我们引进美国技术自己生产的，你剩下你告诉我，除了少数的中科院研发的那些什么
飞弹哦，就像什么雄风啊飞弹这个系列，哪一个不是你美国的？爱国者飞弹一枚卖多少钱？你知道吗？400-500万美金呢，一枚呢，台湾买了多少枚？对啊，对不对？另外你讲说这个空对空的这个飞弹中程的 AIM-112栋那种飞弹，我们这个 F-16上面所携带的，一枚都是超过这个100万美金以上的。我们给你买多少？还有刺针飞弹呢，还有标枪飞弹呢。我们几乎是所有的武器都给你买，潜舰我们自己造的船体，最贵的部分就是战斗系统，也给你美国买。所以你川普究竟你不读书也看看电视嘛，对不对？讲这种话，坦白讲是对台湾是非常不公平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的主政者要了解一件事：你这样玩下去，永远玩不过美国。美国认为你台湾除了包我美国的大腿，你没有任何路可以走，你就这样被人家看扁了。你把两岸关系改善一下，你看美国会不会害怕？你两岸又合起来。日本为什么把钓鱼台让个4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去那边钓鱼？因为他怕两岸关系太好。因为我们去马英九的时候派船舰去冲撞这个钓鱼台，对，中国大陆也派军舰去冲破，去撞那个钓鱼台，所以他害怕了嘛，所以才说我给你们一块，你们就不要这样子了，让你们就不要再来冲撞我们了，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如果观念一改，世界就不一样了。是我们如果把两岸关系好好改善一下，你看川普即使他当选，他敢讲这种狂妄的话吗？美国把台湾当武器，我们台湾不能把中国大陆当武器吗？你看美国人这样子对我们连哼都不敢哼一声，连一句话都不敢批评。乖乖接受，不但乖乖接受，而且还愿意加码吧。我看周荣泰的讲话就是我们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啊，我们要为了自我防卫，我们愿意再贡献多一点。那我们的问题还是一个老问题，就是说，川普你要多少钱？就你到底要多少？要多少美国才肯进来台湾跟中国大陆打仗？那大家会问呢？那中国跟美国一打仗，那战场在哪里？是在台湾吗？还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日本，还是在哪里？那当然是在台湾嘛，战场就在台湾，所以所有的导弹都落进台湾嘛。那这样的情形下，你美国可不可以用日本的军事基地？日本要不要被你用？那日本也会卷入战争。那你敢不敢攻击中国大陆的本土？那如果你也不敢攻击大陆的本土，大陆因为你攻击大陆本土，大陆就会攻击你的本土嘛，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是不是双方都约定，第一个不要用核弹，第二个都不要用外国的军事基地，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美军跑到台湾来跟大陆在台湾厮杀，是不是这样？那这样的一场厮杀，你美军有多少成功率，有多少获胜的可能性？几乎是0嘛，因为你美国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嘛。为什么？你如果都不能用周边的基地，你的飞机、你的船要从本土这样运过来，你运到这里来，台湾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是不是早就都已经被打光了？你剩下没几架的飞机，剩下没几架的船，所以你是不是要先把部队派进来？你部队一旦派进台湾来，是不是就立刻打仗了？因为这就违反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嘛。所以连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周荣泰看不懂啊，赖清德看不懂啊，然后你川普也看不懂啊，还是说川普跟周荣泰你们就是相互勾连的诈骗集团呢？